开始。如果你想知道更多苹果教学或3C 开箱，记得先订阅我们塔克女子频道哦。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塔克女子频道，我是 Rachel。苹果已经正式发售 iPhone 17全系列以及 iPhone Air 了。那以往呢，我都是买 Pro 机型嘛，今年当然也不例外啦。这次我入手了 iPhone 17 Pro 宇宙橙。那其实呢，原本是在银色和宇宙橙之间做选择啦，但后来还是选择了宇宙橙，因为我没记错的话呢，这应该是苹果第一次推出橘色的 iPhone。之前比较接近的可能是 iPhone XR 的珊瑚色，而且以往呢 Pro 系列的颜色都偏比较保守嘛，这次难得看到苹果用了这么大胆的配色，所以就想说我想要来尝试看看。那接下来这支影片呢，我们会快速开箱一下 iPhone 17 Pro， 接着我会分享我这3天的快速上手的使用心得，包含像是优缺点啊、好用的地方，以及我觉得比较可惜的地方，也会介绍一些新功能和分享我的实拍照哦。影片开始之前，先跟大家分享我为新机准备的配件。这是我挑了新牛顿的手机壳和萤幕保护贴，这样新机一到手就可以立刻装上，给它最完整的防护。首先我最爱的透明壳当然不能少啦，我先装上了Clear抗黄化透明防摔手机壳。除了经典的透明款之外，还有提供枯墨灰、金须眉、夜幕蓝的颜色，质感通透又不失个性。四角结构有做加强，背板和边框也做了微调，让手感更接近裸机。手小的女生握起来也很轻松哦。新牛顿透明壳呢都有提供终身抗黄保护，长期使用也能保持清澈不发黄。第二款是 SolidX 强化吸震缓冲手机壳，它的视角和上下边缘都有全面加强，内部视角还有新增缓冲槽设计，可以吸收高达71%的冲击力，大幅降低损坏风险。除了超强防护之外呢，它还有兼具了止滑好拆装的特色，握感舒适不滑手。不管是 Clear 或 SolidX 都有 MagSafe 兼容版本，磁吸力更是原厂2倍。不管是支架磁吸形状或 Aquastain 磁吸水壶都可以牢牢吸固哦。今年新牛顿 i17 系列全面改为一体式的镜头框，外观更极简，却拥有超强的防护。想要展现个人特色的朋友，新牛顿还有提供上千款 IP 联名，甚至可以上传图片和文字来客制化设计。透明壳呢也很推荐玻璃纹理系列，在光线照射下低调却超有质感。萤幕保护也非常重要啦，我选了撞撞贴 Pro， 它具有高韧性、耐冲击、不易碎裂的特性，还兼具玻璃贴的抗雾与滑顺手感，提供高透、翻馈、雾面3种版本，全部都内建抗蓝光哦。最棒的是，现在新牛顿还有优惠活动哦，即日起到9月30购买 iPhone 17系列手机壳，加购撞撞贴 Pro 直接6折，还限量赠送机头保护贴，全面升级360度防护。结账的时候别忘了输入折扣码 i17 TECHGIILZ， iPhone 17手机壳再享限时9折。苹果这次的包装呢，一样是维持一贯的极简风格。一开箱的第一眼就会立刻看到新机，而且因为17 Pro 系列是全新外形嘛，所以不管你拿什么颜色，人家一看就知道你是拿新机。那在配件部分呢，一样有一条编织材质的 USB-C 充电线，还有 SIM 卡针以及使用说明书。这个就是即将陪伴我度过接下来1整年的 iPhone 17 Pro 宇宙橙。首先在颜色的部分啊，个人觉得这个橘色在不同光线下会有不太一样的色泽，尤其是背面这一块超瓷晶盾背板啊，在光线充足的情况下呢，用俯视角由上往下看，你会觉得这一块背板呢特别明显，但是在某些角度看过去呢，它真的又不是那么明显。那其实今年17 Pro 系列在外形方面是褒贬不一啦，有人觉得很不好看，有人觉得很喜欢这种新设计，你喜欢吗？还好，我也还在适应中。然后这次苹果呢，在17 Pro 机身呢，采用了法丝纹铝金属的一体成型设计，除了可以带来更好的散热能力之外呢，我自己觉得它握持的手感呢，很明显是更舒适的，像是我在单手打字啊，或者滑手机都会更顺手一点。那这是因为呢，它的弧度呢是从正面一路延伸到背面，它的边框呢也变得更圆润了一点，不像过去这种 Pro 系列会让人觉得很像是边框把前后这个拼在一起的感觉。那17 Pro 的一体感呢，其实是出乎我意料的。它的手感差异呢非常的明显，而17 Pro 这种圆润的边框手感，其实也让我想到当年的 iPhone 11 Pro。毕竟从 iPhone 12开始，苹果一直都是走直角边框的路线嘛，那这种两者一比呢，真的差很多，所以手感上令我还蛮惊艳的。那这次17 Pro 系列的背面呢，也是前所未有的设计啦。我们一眼看过去，可以看出很明显，它被分成2个部分。那上面这一块呢，是被苹果称为扩展平台的区域，它整合了相机镜头模组啦和天线系统，所以可以为内部的元件呢创造出更多的空间，也就可以容纳更大容量的电池。那这个扩展平台呢，其实还有一个小小的好处啦，就是当我们把 iPhone 平放在桌面上的时候，它不会有以前那种很严重的跷跷板效应，装壳之后呢，也会更平稳。这边我示范一下之前的16 Pro。
而下方这一块超瓷晶盾背板呢，苹果表示它的抗裂程度是比以往的玻璃机背还要强了4倍。但我在社群上有看到网友分享啦，9月19开卖当天各地苹果直营店的17 Pro 展示机就出现了超级多刮痕，甚至还有出现 MagSafe 磁吸的痕迹和掉漆啊，特别是藏蓝色好像更容易，橘色跟银色还好，但藏蓝色特别容易。所以呢，爱惜手机的朋友们真的还是要装手机壳比较保险。不过其实苹果当时是说超瓷晶盾这个背板它的抗裂是强4倍，它并不是说抗刮抗裂跟抗刮不太一样，所以其实苹果没有骗人。好，对啊，抗裂跟抗刮不一样。那萤幕部分呢？这次苹果将室外的峰值亮度从上一代的2000尼特提升到了这一代的3000尼特，规格上呢算是大幅进步啦。不过就我自己的实际使用感受来说，我在大太阳底下使用的时候呢，自己觉得跟上一代相比，差异没有想象中的明显，因为我在强光下还是会有看不清楚的情况。就这点呢，我个人是觉得好像没有感受到那个3000尼特的那个改进。iPhone 17 Pro 在相机部分有不小的升级首先就是大家都知道了，它这颗望远镜头呢，从上一代的1200万像素升级到了4800万像素了，等于说这3颗镜头呢都已经全部配备4800万像素了。这表示呢，我们不管使用主镜头啦、超广角或是望远，拍出来的细节跟解析度呢都是大幅提升的。特别是如果你是从 iPhone 14啊、13或是更旧机型升级的话，应该会非常的有感。17 Pro 的望远镜头呢，不只是画素提高，它的变焦倍数呢也从16 Pro 的5倍改成了4倍。支援4倍光学变焦和8倍的光学品质变焦，所以现在呢，我们拥有了0.5倍、1倍、2倍、4倍、8倍的选项。如果有开启融合相机的话，还会多了1.2倍和1.5倍这2个焦段。那其中0.5倍、1倍和4倍呢，都是完整的4800万像素输出，而8倍呢，虽然是透过感光元件去裁切的，但效果呢几乎是接近光学变焦，细节的保留度也比以往的数位变焦要好的很多。那我这几天呢，其实都蛮常使用4倍和8倍来拍照片。那我个人觉得4倍很适合拍人像啊，或是稍微远一点的建筑物，画面呢可以呈现的比较干净。而8倍则很适合捕捉一些远方的小细节啦，像是你旅游的时候想要放大远方的建筑啊或地标都很适合。那虽然在低光环境下，8倍的画质呢还是会有一点下降，但在日光或是光线充足的情况下，实拍效果个人觉得很不错。我以后应该会蛮常使用8倍来拍照的。那另外我们前面有提到16 Pro 是5倍的光学变焦嘛，那17 Pro 则是改成4倍的光学变焦。那如果你比较喜欢5倍的话，其实也不用太担心因为这次呢17 Pro 的望远镜头升级到4800万像素嘛，所以在光线充足的情况下，其实是可以拍出比16 Pro 更细腻的5倍数位变焦照片。这2张照片呢，大家可以对比一下，可以看出17 Pro 的5倍在细节保留上确实更胜一筹。那17 Pro 的人像模式呢，一样也有支援4倍。我自己是蛮常用4倍的人像模式来拍一些实物的特写照片，不仅可以呈现出景深感，而且也可以更聚焦在这个主体上。除此之外，这次 iPhone 17 Pro 的变焦范围呢，也拉得更广了，最高可以支援到40倍。相较于 iPhone 16 Pro 的25倍，它放大的能力确实更进一步。虽然在高倍数的情况下，主要还是依靠数位变焦，画质难免会有所牺牲，但在光线充足的情况下，你想要拍远方舞台上的人啊，或是建筑细节，都可以比以前拍得更清楚而相机的摄影风格呢，也新加入了明亮这个选项，可以为人物的肤色呢增添比较自然柔和的色调。但我觉得它用来拍风景也蛮适合的，大家可以去玩玩看。对了，这个新风格呢，并不只限于 iPhone 17 Pro 啦。如果你是 iPhone 16系列，都只要更新到 iOS 26就可以用咯。不过在拍照的部分呢，我这几天使用下来，我发现它有一个小问题。什么问题？就是 iPhone 17 Pro 的耀光现象还是存在，因为像我这几天我有去那个淡江大桥拍夕阳，然后我发现我就是对着比较强烈的光源，或者是在夜拍的时候呢，它那个耀光现象都还蛮明显的，真的就是会有那种光斑啊、鬼影出现这就是我觉得比较可惜的地方，因为一直以来好像都没有明显的改善，好像从这几代一直都是这样子。那除了后镜头升级之外，苹果终于也升级前镜头了。现在17 Pro 支援1800万像素 Center Stage 前置相机，而且很特别的是呢，这一代是采用方形的前置相机感光元件，所以自拍的时候呢，可以带来更宽广的视野。那现在就算我们是直握 iPhone 自拍，都可以拍出直向或横向的照片与影片，而且在合照的时候呢，它还会侦测脸孔，然后帮你扩展视野，自动把直向改成横向。所以不管你在自拍或是跟朋友拍自拍照的时候，你就不用像之前那样一定要这样子横着拿。那这种横着拿会有个缺点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我们在看镜头的时候，很多人会看萤幕，不会看镜头，所以你拍出来的照片那个眼睛是没有对焦到的。好像有一些长辈会这样。
那这种全新的自拍模式呢，就可以让所有人都进入到画面里面，而且你一样也是可以手动去调整它那个直向或横向的。但我觉得1800横向是不是有一个小缺点？什么缺？就是他拍的比以前还要更清楚。之前我们自拍不会想要拍太清楚。但懂你说，就是要有点朦胧感，是不是？对啊，现在的人不是自拍都想要就是糊一点，而且现在年轻人不都喜欢 CCD 相机嘛，就是在拍照的时候不要太清楚比较好。那除了前后镜头升级之外呢，苹果也为 iPhone 17 Pro 相机加入了一项实用的新功能哦，就是双重拍摄。我们切换到这个模式之后呢，前后镜头就可以同时录影了。那这就很适合用在拍一些 Vlog 或演唱会等场景，这样你就可以同时录到外面的艺人以及外面的景象和自己这一端的反应或画面。那在散热的部分呢，因为苹果这一次是为 iPhone 17 Pro 系列采用铝金属一体成型的这种机身结构嘛，那它再搭配自己全新设计的均温板，透过类似蒸发冷却原理呢，来为 A17 Pro 晶片散热。那这样的设计呢，是可以更有效的把热量分散开来，可以避免晶片呢因为过热而降频，大幅降低之前会玩游戏可能会卡顿的情况，那可以维持更稳定的效能表现。那我自己实际玩游戏和长时间录制影片的感受是，就是手机呢当然一样还是会发热，但是它发热的方式有点不太一样哦。17 Pro 它发热的方式呢比较均匀，它比较像是整只手机都会慢慢的变热，而不是像16 Pro 那样热点呢是集中在背面的右上半部，导致你拿久了会觉得某一块特别烫。那这样的散热方式呢，在体验上虽然还是会发热，但手感的舒适度是比前一代还要更好的。而在续航的部分呢，根据苹果的数据 ，iPhone 17 Pro 的影片播放时间呢，最长可以达到31个小时，相比16 Pro 的27小时，则是足足提升了4个小时的续航。那这边呢，我也实测一下，我实际播放了2个小时的 YouTube 影片，那电量呢原本是93%，2个小时过后，电量居然还剩下90%，等于说它2个小时只消耗了3%的电量。我觉得很厉害，因为我记得我去年测16 Pro 的时候，我播放2个小时的影片，它是消耗了大概10%左右的电量。那差很多耶。对，所以我觉得在续航方面呢，确实是有感升级啦。而在日常使用的部分，因为其实我自己算是 iPhone 的重度使用者，我每天使用手机的时间呢，会落在8到10个小时左右。那我一整天使用下来啦，我从早上10点开始用，那这期间呢，我通常都是滑社群啊、回讯息，或是偶尔用相机来拍拍猫咪、看看短音。那这样一路呢到晚上9点、10点，我17 Pro 的电量呢还剩下一半。那这个续航的表现呢，我自己是蛮满意的，而且我觉得对于轻度使用者来说，它的2天一充也不是不可能哦。这让我觉得比较可惜和比较失望的地方就是 Apple Intelligence， 因为我们从 iPhone 16等到 iPhone 17了，苹果都还没正式开放 Apple Intelligence 的繁体中文版，所以感觉真的少了很多 AI 体验啦。但它不是要开放了吗？对，不过还是有好消息啦。苹果官方呢已经在先前的新闻稿公告里面有提过 ，Apple Intelligence 功能呢将会在今年的年底之前新增支援8个语言，那其中呢就包含繁体中文咯。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还有剩下大概3个月的时间，3个月左右的时间，我们可以看看 Apple Intelligence 到底有没有释出，希望不会跳票。只不过呢，就算真的开放了，那其实也不代表所有的 AI 功能都可以马上用啦，因为到时候繁中版的功能很可能会分阶段开放。但总之呢，我真的超级希望苹果尽快支援 Apple Intelligence 繁体中文版，让我们台湾用户可以完整体验这些 AI 功能啊。那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次 iPhone 17 Pro 的开箱和使用体验分享。不知道大家今年有没有换新机呢？如果有的话，你是换什么型号或什么颜色，都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跟我分享哦。或者是如果你原本想要换，但你后来决定不换，那你的理由是什么呢？也欢迎跟我分享。最后，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3C 开箱或苹果使用技巧，欢迎追踪也订阅我们塔克去子频道哦。拜拜。